庄之行攀上赵秉文才会冒险弑父，永荣手里没有实权才会在穆公皇帝失势后被禁足。复盘《藏海传》之前，我一直都对庄之行弑父的转变耿耿于怀。一个政治觉悟极低、行事莽撞的人，为何能在生死关头瞬间蜕变，以破釜沉舟的手段扭转命运，甚至在边陲险地，在父亲政敌与曹敬贤势力的双重绞杀下逆势崛起，实现仕途飞跃？他现在是皇上亲封的昭信校尉，若是在赴任的途中死了，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是杂家斩草除根。就他这么个小子，怪不了事儿。杂家只是不喜欢，仇人还剩有一口余气儿的感觉。这里的主帅原本是定国将军，从前他一直与我父亲不和，所以对我百般刁难。后来我拼死立了一些军功，总算是有了立足之地。直到我搜索明代继承法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导演在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大庸集团的权力布局，就是临淄王和穆公皇帝的内斗。而庄之行正是因为在庄卢尹谋反的晚上攀上了赵秉文，或者说以赵秉文为代表的临淄王集团，才能在边陲迅速崛起，声名大振。至于永荣，夜宴办得风风光光，实则暗流涌动，因为有用的文臣他是一个也没拉拢住。那场夜宴，他的座上宾最尊贵的一个是左守卫的礼部尚书黄慎。起初我以为黄慎跟石一平是一伙的，毕竟俩人在朝堂上经常眉来眼去的。可是当五官之首的庄卢尹因为卖官鬻爵被下大狱的时候，他见到藏海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让藏海帮他找兵部侍郎谢厚光以及礼部尚书黄慎。这事儿对别人来说是死罪，对于本侯这不算什么。我庄家世代领兵打仗，守卫大庸国土100余年，皇上不会针对本侯怎么样。至于这条阉狗，藏海，你去找兵部的谢厚光，礼部的黄慎，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作为一介武官，在兵部有人脉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可是他一介武官能和礼部尚书黄慎搭上关系，还能在危急关头通过他找路子，这就说明黄慎早早的就和身为赐府的赵秉文搭上关系了，而且这条路子庄卢尹也知道，才会把他当成自己的退路。除此之外，永荣夜宴上第二个能在内阁说上话的是吏部侍郎王世奇，可是他在石一平死后为他鸣不平的样子，足以证明他是石一平阵营的忠实拥趸。可石阁老不也一直对曹敬贤的所作所为熟视无睹吗？曹敬贤和庄卢尹过去在朝中那是无人敢惹的权威，石阁老带着内阁一直在和他俩抗衡，雷声大雨点小，内阁的关键岗位一个也没拉拢住。也许这就是永荣在穆公皇帝失势后被禁足的原因之所在。至于庄之行是什么时候和赵秉文扯上关系的，也许在他成为武状元之后和藏海谈心的那一晚，我们可以窥之一二。在赢得平津侯青睐之前，庄之行对这位父亲的态度始终处于矛盾的摇摆之中。一方面他心中深埋着恨意，恨平津侯为巩固权位纵容蒋襄出手，让他的母亲死于非命。另一方面，作为儿子的血脉羁绊难以割裂，毕竟幼年的时候他曾经得到过父亲全部的爱。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想要真正杀了庄卢尹为母亲报仇。尤其是他在庄卢尹的运作之下得了武状元，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称赞和器重之后，这份杀意早已彻底消散。这是为父当年大胜东夏时穿的铠甲，从现在起就交给你了。此时此刻，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继承父亲的遗志，获得实权，振兴庄家。这也就是他得知赵秉文就是藏海的第3个仇人之后，并没有直接告诉藏海的原因。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夸赞、追捧，这就是权力的感觉吗？许多人终其一生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一旦尝过这样的滋味，就再也舍不得放下了。相比较恨意滔天想要置庄卢尹于死地的藏海，和赵秉文搭上线，他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亲口说出女王就是藏海第3个仇人的事实，只是不动声色地引导藏海走向一条于己有利的路。确实是我想多了，先生心如磐石，丝毫不会动摇。东夏失去至宝，被一个外人拿走，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找回来。你是说，另一个是东夏王庭的人？他不只是东夏王庭的人，他本身就代表东夏王庭，是东夏女王。
首先，藏海通过猜测确定了东夏女王会比他直接说更有可信度。其次，女王远在东夏，谎言被戳破的可能性极小。再者，庄家需要战功获得实权，告诉藏海东夏女王是他的仇人的话，庄之行可以靠着藏海坐收渔翁之利。最后，庄之行可以靠着这个谎言向赵炳文邀功，可谓一箭四雕。他何乐而不为？至于赵炳文是不是投靠了临淄王，这一点是明确的。就像他没有暴露前劝藏海的时候说的那样，对他来说，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要隐藏蛰伏，先走到那个位置去。想整顿吏治，必须先保护好自己，因为越高的位置，能做的事情越多。在确保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去。可是对他来说，从一个无所依仗的从五品户部员外郎到正二品的户部尚书，本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更不要说在这内阁之中还有负责官员选拔考核的吏部尚书、首辅11平。毫不夸张地说，有11平在内阁一天，赵炳文将永无出头之日。所以暗中投靠临淄王并不是一件难以选择的事情，尤其是这个人名正言顺且实力雄厚，那就更不需要犹豫了。记得故事开头，藏海因为太后驾崩出入京城的时候，八公子曾经通过皮影戏透露过朝廷的权力分布。皇上无子，这些年一直被朝臣们逼着立嗣。太后驾崩以后，他们更是变本加厉，不是上书进言，就是福贵死谏，要求皇上依照礼仪宗法将李贵太妃迁出皇陵。现在朝廷分为两派，一派以临淄王为首，要求尊太后遗命，另一派却不从。那被蟾蜍们簇拥着的雄鸡，就是临淄王。临淄王是太后亲子，太后合葬的事情就是他上书朝廷，他还想以此为由回京1年为太后守丧呢。穆公皇帝无子，所以朝臣一直逼着皇帝立嗣，尤其是以临淄王马首是瞻的文官集团，在太后死后福贵死谏，要求皇帝按照礼仪宗法行事。表面看他们的行为是恪守礼仪，实则是为临淄王上位铺路。因为皇明祖训，法律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事实上，保皇党一旦妥协，临淄王就会顺理成章成为继承人，李贵太妃也将被逐出皇陵。先帝与太后合葬的背后，其实是大雍正统权力系统的彻底清算。彼时以庄卢隐为代表的保皇党必然陷入两难困局，如果顺从文官集团，无异于拱手让出皇权；如果强硬拒绝，又要背上违逆祖制的骂名。他们既要维护皇帝尊严，又要阻止临淄王进京。在这场暗流涌动的博弈中，藏海的出现无疑替他们解决了危局。国朝300年，历代皇帝皇后驾崩，都要皇室子孙赴京奔丧。贵太妃的意思是，藩王们就不必回京了？是不能回京。为了大雍国祚永存，长明灯必须由皇室子孙亲自掌灯，特别是镇守东方的临淄王，东方青龙位，凡帝后驾崩，青龙位必定不稳，所以更需要临淄王亲自镇守。而这恰恰正中暗中投靠临淄王的赵炳文的下怀，用一个无党无派的局外人搅动眼前的浑水，运气好的情况下除掉保皇党庄卢隐、曹敬贤之流，而且还可以用恩人的身份驱使藏海，让他替自己找到鬼洗，他稳赚不赔。在这样的情况下，拉拢一个想要征战沙场立功的武将，对赵炳文来说是双赢的局面。所以对于庄之行的示好，他欣然接受。只是庄卢隐谋反的那个晚上，到底是赵炳文找到的庄之行，还是庄之行找到的赵炳文，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庄之行确实听从了他的建议，用弑父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得到了一线生机。为什么这么说呢？庄之行在那夜之前的政治表现始终带着明显的青涩，纵然野心勃勃，政治觉悟却非常幼稚。比如庄卢隐说让他拿到实权振兴庄家的时候，他本能想到的竟是奔赴边关，浴血厮杀，以军功作为晋升之法。想要在朝堂站稳脚跟，必须手握实权，尤其是军权。现如今为父的情形，想从头再来已是痴人说梦。庄家的全部希望，唯有你。儿子虽然只是个小旗长，但想要建功立业不是没有机会。儿子明日就向武义将军请命，远赴边疆。不用去打仗，为父
还有其他办法。再比如，别人在武状元中事上想要他的命的时候，厮杀过后，他选择饶那人一命。这份江湖义气在波谲云诡的权力场中，无疑是致命的天真。更重要的是，庄如影谋反的当晚，他完全在状况之外，完全不清楚这混乱的局势是怎么发生的。所以听到藏海解释完之后，他的第一选择是离开。这足以看出他对政治风暴的预判能力近乎为零。有人到侯府杀我，我追他出来，被烟火引到了这里。是曹金贤的人，他要你与你父亲一起死在今晚这场混战里。你现在趁乱离开京城，在事情没有平息之前，不要回来。那我爹呢？他已经无力回天了。你只有离开了，才有机会。如果留在京城，只有死路一条。快走！然而，当藏海与庄如影生死对峙的关键时刻，他却突然换上禁军服饰，更提着埋伏城中的蓝永吉头颅现身。这种脱胎换骨的转变，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赵秉文的暗中操盘。赵秉文为他指的这条路，虽属险中求胜，却是唯一能让他在乱局中起死回生的契机。他以禁军身份介入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摆脱叛党之子的嫌疑，借着这场冲突和原有身份割席。再者，他献上庄如影下属蓝永吉的首级，既是向朝廷纳下的投名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瓦解军心。最后，他的弑父之行虽然会把他推上风口浪尖，可是这的确也是让他最快进入权力场的筹码，不是吗？无论如何，你都难逃一死。但今日我这么做，或许能让庄家逃过一劫。知行定不负父亲期盼，重振庄家。更重要的是，庄之行被关在大狱中生死难料的时候，朝中只有赵秉文一个人为他发声。庄之行此举正是以孝为重，大义灭亲。如今庄如影和庄知府已死，他是庄家唯一的血脉。再结合他俩后期你来我往的夸赞，我们不难看出庄之行弑父那一晚绝对是赵秉文的手笔。其实第一次看《藏海传》的时候，我一直都沉浸在主角藏海的视角中，对整个剧情的权力布局有种模棱两可的模糊感。可是当我带着上帝视角重刷的时候，才发现比起权力布局，《藏海传》最让人深思的是他对人性的刻画与呈现。庄如影在狱中和藏海对峙的时候，可以信誓旦旦说自己没有丝毫悔意，却又在藏海离开之后笑中带泪地慨叹自己的人生。你说他大声称赞背叛他和藏海合作的庄之行是好儿子的那一秒，是感慨儿子的城府与谋略，还是遗憾自己一生戎马没有归路呢？好儿子，庄之行，你真是我的好儿子。庄之行为了所谓的庄家荣耀选择弑父。当喧嚣漫天的战场上，庄如影曾经高大的躯体重重砸在地面上的那一刻，他是庆幸自己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还是会从心底涌起蚀骨的寒意，无所适从呢？也许《藏海传》让人想要一刷再刷的魅力在于，他塑造的这个权力的修罗场中，没有天生的主角光环，也不存在边缘的配角命运，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宰，都说成王败寇。我们之所以念念不忘，究其根本不过是在角色的选择瞬间看到了自己命运的影子，仅此而已。